我是上海RG技术学院的托米郎。那今天呢，和大家再去分享一款，就是我们平常在沙龙比较常见的，就是极简发。那可能我会用到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方法去做裁剪。那虽然这次的课程主题呢是 3D 立体打薄，但是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就是打薄呢，如果用结构能够去解决的重量问题、薄厚问题，尽量不要用到打薄剪。所以今天我会用到一种用裁剪结构的方式利用结构去控制它的重量。用这样的方法去剪。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去剪。我们的整个模特呢，用我们的就是人物分析当中，它其实属于什么偏冬季型多一点。什么叫偏冬季型？也就是说，它的整个性格是比较偏内敛、偏冷的。那从我今天开始接触我们的 model 和到现在，其实讲的话没有超过太多因为他是一个不是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人。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人物风格当中的两大属性。哪个两大属性呢？第一叫什么？叫做外在属性，也就是说可视属性，也就是我们能看到它的五官、身高、比例、肤色等等这些所有我们一眼能看到的地方，这叫显性，也叫外在属性。那还有一个属性叫隐性属性，也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他的性格，比如他的职业。还有就比如他的一个整个朋友的圈子、生活的圈子，那这些可能都需要通过沟通以后我们才能去了解到的。所以你要把一款发型做得适合我们的顾客，不仅仅是眼睛看到的，还有眼睛看不到的部分也要去挖掘。比如这款发型剪好了以后，可能跟他的脸型是相匹配的。那有没有想过，他这款脸和脸型相匹配之外的东西呢？就是说他的这款发型剪好了之后，除了跟他脸型匹配以外，能不能和他的职业匹配，或者说和他内在属性和他性格匹配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点。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模特，他的性格是偏冬季型。那如果我们可能因为他的脸型五官长得是比较标准，其实你把它剪得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卡哇伊，那拍照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和他平时的生活能否融合呢？它的契合度高不高呢？那这个就需要我们通过平常的这个沟通，比如你平常喜欢穿什么类型的衣服你的职业是偏向于动态型的还是静态比较多等等。那举个例子，它很适合做一款，它脸型包括肤色很适合做很暖的、很卡哇伊的那种，但它的职业是非常严谨的，那可能这个就不匹配了。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到它的脸型，考虑到他的身材、五官比例，那还要考虑到我们刚才讲到的隐性属性。所以剪头发除了你能看到的地方，还要去涉及到你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去想。那通过分析呢，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模特它是偏什么？偏冬季型，也就是我们说的偏冷的、偏酷的、偏高冷的那种类型的。那像他呢，肯定不大适合做的那种太偏于柔美的那个感觉。所以今天我会帮他剪个底层会剪个比较偏齐线条的偏齐一点的，就整个厚重感会重一点的然后顶上会做一些层次。当然我今天会用到一个技术叫什么？做多分区不连接的技术，所以是视觉连接，但是看起来呢，它的内部结构它是不连接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先去定一条引导线，引导线呢取出中央一束头发。那我们的长度呢，刚才说过了是定到我们的及肩的位置，所以现在呢也一样，把这根的头发的长度定到及肩的位置就可以了。好，长度设定好了以后，往两边去做延伸。其实这种不需要有太多的技巧，你只需要直接去剪齐它就可以了。好，剪得略微偏方形一点的底线，先不要把前面的角抹掉。好，往两侧往前梳理一下，然后呢，把它内角拿掉。好，再往后再梳理一下。这样剪好了头发呢，它的内角就不会凸出来
好，在往下梳的时候呢，略微的有点什么里短外长。另外一边相同的，先把它长度确定出来。好，不需要角度啊，直接压着去剪就好了。所有的头发呢，带到压着肩膀去剪就可以了。好，一样，先做一个内角的一个处理。C 型，再取个内角。好 ，OK。那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只是这样去剪好了以后呢，这个头发它一会儿吹干了会显得比较钝啊，会比较钝。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呢会再做一个什么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角啊。好，将这里的头发提拉起来，高角度提拉起来。好，将上面的角抹掉一点，继续，还是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角，继续，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角，好，将紧侧点往前的头发呢，带着紧侧点，一样的手法，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角。好，继续，将这里的头发呢，高角度提拉，做相同的去角动作。好，一样，将紧侧点往前的头发呢，带着紧侧点，并且呢也是提高角度，把这个角呢抹掉。好，比较干净，但是呢齐而不硬的一条底线，我们就引导线出来了啊。开始剪上面一层。好，那么开始剪这一层，剪第二层。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拿出一束头发做引导，这个头发的长度定到哪里呢？定到我们整个头发底线长度3个指位的高度，距离底线长度3个指位的高度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引导线，以刚才这根剪过的引导线作为引导。好，从当中开始向两侧延伸。首先将我们这当中的头发呢，也是高角度提拉，找到刚才的引导线，然后反曲线去剪。这个头发的落差点就是距离发际线的长度3个指位的地方就可以了。好，继续，还是将这里的头发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裁剪。好，继续，高角度提拉，做相同的反曲线裁剪。一样，将紧侧点往前的头发呢向后带，避免把紧侧点往前的头发呢剪得过于的轻。好，往上往后带，好，继续，另外一侧继续延伸。相同的方法，高角度提拉，高角度提拉，反曲线裁剪。紧侧点往前的头发呢，带至紧侧点的上方。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角，这个手法呢，在我们的 3D 力打薄课程当中一定会用到哦。好，梳子在前，手在后，梳子和手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然后手指朝上转为手指朝下，
剪掉。好，将刚才剪过的头发呢和下部头发做连接，剪到和下部等长的位置。好，继续，和刚才的头发剪的一样长度。好，另外一边继续，先将头发的长度拉至后方，与刚才的长度为引导融合。这时候呢，边缘线我们还需要做个过渡，将边缘线斜向后分到颈侧点往内2个指位，将这里的头发带出来梳理。把多余的剪掉，保证我们的整个外线是齐长的。好，继续再做 C 型梳理。好，另一侧相同，2个指位。将这里的头发梳理出来，检查，将多余的角磨掉，保证外线的连接性和过渡的一个连贯性。2区就剪好了，紧接着可以直接剪上区。好，开始剪我们的动感区，将动感区的头发自然垂落梳下来，然后呢，这时候呢，以刚才剪过的头发作为引导，略长于，记住略长于底部的头发，可以用个点剪，略长于底部的头发。好，继续。好，其实剪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用太去担心说啊，这个头发外面一层特别长，因为呢，这里是属于什么？属于我们的动感区，也就是说吹干以后回弹是最厉害的一个区域，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吹干了以后呢，再去调整这里的头发。好，我们开始剪2侧的头发，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模特呢，它2边的头发特别的细薄，所以不需要再做高层次，不需要再做高角度提拉、环曲线去角。如果碰到2侧头发特别厚的人呢，我们依然可以沿用刚才的方法。好，在转角线往下1指位的地方呢，把这里头发可以做个高角度提拉、环曲线去角，然后后续再做连接。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模特，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发量本身就特别少，所以不需要再做不连接，直接将这里的头发去和后面头发做长度的连接就可以了。首先呢，将这里的头发梳理一下，夹至耳后方。好，梳理夹至耳后方之后呢，先将这里的长度后面的头发做连接。好 ，OK， 定好了一个基础长度以后呢，为了方便裁剪，可以再把它上下分开。好，将这里的头发往后带，往内压，放低角度，切口呢向内走，继续。好，顺毛流梳理，往后带，往内压。好，另一侧相同，因为前后落差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先将
头发的长度呢，引用后面的长度先剪掉一点。好，这时候呢，可以再把它上下分为2个区，一样，将两侧的头发向后梳理。所谓向后梳理，所谓往内压。好，以后区头发作为引导，先将头发拉至头顶的这根头发90度头皮，抹掉刚才这个角一点点，不要多，这个角不要抹多，一点点。继续。好，一层层往后走，以当中的点为引导，逐渐往两边扩散，磨角。头发特别薄啊，好，跟刚才相同，反向来做一下检查。各位角度要提高，这样呢，既保证了底线的一个厚实感，又会让表面呢有轻盈感。接下来我们开始裁剪我们的刘海。刘海呢，首先呢从当中开始，先从当中分出一个小三角，这个小三角呢作为我们的引导，长度呢剪到我们先可以剪到眉毛，遮住一点点，吹干了以后隐隐约约到眉毛就可以了。好，先将这里的头发拉出来，0度头皮就可以了。好，剪出一个基础的长度。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往两边去做扩散啊。这里呢，再分出一层。为什么是这样去剪呢？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剪成圆的刘海。我今天剪的刘海要偏齐一点，所以以这边的头发呢作为引导，往两边扩散的时候，不要把它往当中带，随着头缘去扩散。好。继续一片片往旁边去分，分到哪里呢？分到我们的外眼角延长线，因为它适合剪略微宽一点点的，脸型比较小。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去剪，为什么呢？如果觉得这个头发不够，我们可以再封出来一层，直到它的整个厚重感呢达到我们想要的要求为止。好，注意看我们的站位，不要把头发拉到前面去剪，要拉到前面去剪，因为头型是圆的，剪出来一定是偏弧的，所以要站到侧45度的地方，然后呢一点一点的跟着头缘往两边去收。好，观察一下。好，可以继续再剪出来一点点。好，这个量呢基本上是可以先保持这样，然后呢，等我们吹干了以后再去看它够不够啊。另外一边往两侧延伸，随头缘移动。好，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我先选择了一个特别别扭的站位啊。好，一点点扩散到我们的外眼角延长线。好，随头缘逐渐。好，继续。好，去检查一下，用相同的画 C 的方法去做检查，和剪底线的原理是相同的。画 C， 带至这条线的齐长的位置。好，然后呢一点点，好，再画 C， 手位呢一点点，随头缘往内收回来。好，那竖起来看一下。另外一边相同，也用画 C 的方法。检查，一点点圆回来。好，这样剪好了之后呢，再竖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样整个刘海呢，它一会儿吹干了就不会显得特别的厚重，它有厚重感，但不是那种特别闷的感觉哦。好，那我们整个头发呢，结构的部分呢就修剪完成了。一会儿呢，像这样类型的头发呢，在我们发廊当中呢，应该说是顾客的接受度是很高的。那接下来我会把它吹干，吹干了以后呢，会用到很多修饰的手法。因为头发比较薄，我们只是用到了多分区不连接的方法，去把它的内部空间给做出来，但并没有用到牙剪去太多的量。那后期的调整，我们可以用一些修饰的剪刀，吹干了以后再做精致的调整。那我们先去吹干。这个结构呢，简单把它吹干带顺了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去做更深一步的去修饰它。因为我们的这个模特他的头发发量本身就不是特别多啊，其实只要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了。那我们从后面开始。当然，这个也得益于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啊，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什么多分区不连接的方法，所以看起来它的头发是一刀齐的，但是呢，并没有觉得它特别的重，也没有觉得它这个头发特别的懵。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后面的第3区，我们的整个动感区的这个区域的头发，这第3区的头发，刚才做湿发裁剪结构的时候呢，是略微放长了半个指位，但是我们吹干之后发现它刚刚好，刚刚好，就不会觉得长出来，长出来部分就没有了。因为它已经往上回弹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做更深一步调整，更精细的调整。好，那这个头发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它能够去剪的位置其实不多，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调整呢？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整个毛流啊长得并没有特别好，所以呢，接下来动作呢主要是去调整一下它的毛流，让头发呢更加听话一点哦。那今天呢，后区的整个我会选择用我们的单刃刀啊，单刃刀，好，调整一下它的毛流，避开发际线，然后呢，这样把它毛流不是特别干净的地方做一些调整。好，往两侧这样去带过来，调整一下它的毛流，让它毛流更加顺一点。好，一样会做一个扭转的手法。好，所以其实做打薄修饰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要剪掉多少头发，而是要让头发呢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柔性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经过调整呢，虽然我没有破坏到它的整个底线，也没有破坏到它整个外线，但是呢，会很明显的看到呢，调整过的头发，它头发的服帖度啊，包括它头发整个这种流向感啊，都会显得比较更加的听话。那这边没有调整呢，会明显看到它比较生硬一点啊。那一样，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调整，避开发际线以后呢，这里呢做一个反手，当然你也可以这样，但是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扭转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个呢，我们在课程当中前面的视频当中有讲过了哦。为什么做扭转？扭转的意义和目的在哪里？这个呢，如果没有听太明白的，可以再去回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视频啊。好，这样呢，它整个毛流逐渐呢就越来越顺了啊。这样客人自己在家去洗好头以后呢，打理起来也会更加方便一点哦。好，底线呢不需要做的特别薄啊，不需要做的特别薄，太薄了它也就不好看，主要是调整一下毛流就可以了。好，继续往上走。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头发刚才用的是个高角度提拉反曲线去角，也是完全找不到它的痕迹啊，那得利用那个高低的一个错位啊，利用高低错位的一个方法，所以看不出来啊。一样调整毛流。所以呢，我们整个头发呢修饰打薄，并不是说把头发量多打成量少的一个过程，而是呢让头发呢从生硬打成柔和的一个过程，让头发的形得到更好的体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也是把头发呢比较粗糙打成比较更加细致的一个过程。好，头侧一点 ，OK， 让我们检查一下。好，这个地方呢可能转角的位置呢有几根吹好的时候看起来有点点的，凸出来呢，我们可以用个反手去角的方法，把里面的头发呢再做一些结构上的简单的调整。好，找到这几根角，好，可以了。所以呢，修饰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啊，在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并且去解决问题，让头发更加精致的一个过程啊。好，继续去调整它，让它的整个头发呢流向感会更加好一点。这里细微的去做一下。前区的头发因为是比较薄的哦，所以能调整的位置呢确实不多。好，继续。好，来到了我们的动感区，所以来到动感区了以后呢，我们的手位呢要发生一些改变，比如刚才往侧面说呢，这里呢做下面。因为是表面一个内包的内层，也就是说要把下面头发都包裹进去那一层，所以这层头发不要太靠近发中，靠近发尾一点，好，靠近发尾一点，让发尾的柔和度更强一点，它能和下面头发融合在一起。这样一会儿做造型呢，但是不要把整个头发呢全部都做得太过于轻哦，因为毕竟这个头发还是要以什么相对厚重一点为主，一会儿做些这样往外翻的感觉啊，它都比较好看。发尾的顿挫感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啊。
好，两侧这里的头发做些细微的调整啊，不需要做太多。好，让它的整个头发看起来更加的具有整体感。手去拨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头发很透啊，透。虽然说它是一个齐的、很低的一个层次，但是很透。好，表面的头发呢，可以再把它的纹理和线条呢做得更加的强烈一点。好，经过这样的简单的调整，没有剪掉太多的头发，但是呢，手去拨它的时候就觉得它比较轻了很多了哦，感觉柔了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头发哪怕是低层次，哪怕剪齐，齐而不硬哦。好，那另外一边继续去做调整。好，一样的哦，下部区的头发呢，往侧面做流向。好，去调整它，一层一层的这样往上走就可以了。好，去调整它整个头发的量感的一个平衡度。所以哪怕头发比较少，它其实也需要调整，并不是说头发少就一刀就不要动，不是的哦，要调出它的一个平衡。也就是说，有些地方还是需要调整的。当然，像两侧呢，我几乎就不动它，因为从平衡感上来讲，两侧的头发其实已经够轻了哦。好，让它过渡，就不要有很明显的分界线啊。这过渡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个轻，然后慢慢的逐渐过渡过去，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好，继续，一样。这里呢，因为也来到了我们的接近我们的快到动感区，也是转角的位置了，所以这里呢略微角度提高，然后呢刀呢从下面去下到哪里？这个地方下进发尾1/3的地方，但是靠近很发尾的地方不要去动它，要保留它这个地方发尾的一个顿挫感，但是要保留它的一个头发的一个空洞感，既要有空间和空洞，也要发尾的顿挫那种比较硬的感觉还是要有的哦。好，那这一层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好，这边呢可能相对调一点点就好了。好，逐渐过渡过来，前面呢就不动它了。好，来到我们表面的头发呢，它凸显的还是一点的动感，所以呢这里呢拉高做发尾，后区呢拉高做发尾，保留它的质感，还要覆盖啊，所以不能做太多，只能做发尾一点点。让它的整个后区摆动起来呢，也会和下面头发融合度很高，所以后区也就最长的那几根头发，发尾还是要适当做一些调整，这样一点点就好了。发中到发根的地方是肯定不动的哦，保证它质感的完整性哦。好，然后表面两侧的头发呢，因为从我们的正面去看，两侧头发还是需要有一些线条和纹理的。所以呢，这个表面好会做的稍微深一点啊，拉起来做深一点。这时候用手去拨一下看看，好，这个头发拨一下看看啊，感觉一下哦，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生硬。好。好，再用手拨一下。好，那现在就好很多了，好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去剪整个刘海
去修整个刘海和它边缘线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说，整个刘海呢，它其实虽然头发比较少，但是看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偏太蒙了感觉，不够透啊。我们是要什么？齐而不纵，所以呢，我想把它做的透一点。那这个我会采用个什么样的手法呢？好，我呢先做一边，然后大家可以做个对比哦。好，我开始做个调剪哦。用什么去做呢？用我们的弯刀去做。好，然后梳下来以后呢，去找到它头发比较阴影比较重的地方，然后用一些调剪。好，你要下身呢，轻轻去点它，点出这种比较轻的感觉，但是又不要去破坏它，因为这个地方有个退化点，所以你要避开退化点，做些轻微的调剪。记住，虽然说是往前的刘海，但是一定不要让头发看起来就特别的蒙、特别重。好，那这样呢，通透感就出来了哦。其实这个对比还是比较强烈的，还是比较强烈的。好，注意不要破坏它的整体的长度。好，能拍到吗？这样。好，注意看一下手法是这样啊，要这样去调它，调整它，发根不动，发尾不动，从它大概1/3的地方去动它就好了。这样调的目的是保留它整个头发的质感的同时，内部有通透感哦。还有就是刘海呢，尽量少用牙剪啊。因为刘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是客人在镜子当中一眼就能看到的。只要是用到牙剪，就很容易把头发剪毛，特别是吹干以后，尽量少用。所以呢，这个刘海我一般会用我们的弯刀去做个点剪。好，其实剪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已经很明显能看得到了哦，能看得到它的区别。好，表面一层呢尽量少动，这样呢，头发在抖动的时候呢，它头的通透感就能呈现出来。这种通透感，两边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去做调剪呢，它也是齐，但是齐的很蒙很重。但是这边呢虽然是齐的，但是齐的呢它非常有我们的通透度，能看到空隙哦，这种感觉。好，好，这边呢有经过调整，我们看到它有这样比较有通透的感觉。虽然齐，但齐的很通透。那这边呢，我们很明显会看到哦，这边的头发的通透度和这边呢是完全不同的。这边呢整个就是很齐很齐，同时呢又很蒙很重。那这边呢有经过调整，它虽然齐，但是没有那么重，而且比较自然一点哦。好，对比一下，还是蛮明显的。那继续，好，不要着急，一层一层去调它。好。继续这样梳下来以后呢，找到这里，这个你对刀的控制力要比较强哦。好，这样哦，剪完了之后，通透感出来。一层呢压住一层。这样调出来头，它的还原性会很高。洗完头呢，随便你怎么动，它都没有关系。继续，表面的头发记住，尽量靠近发尾一点去做。然后呢，不需要有太高的角度去做，角度呢逐渐这样降低。这样调出来的头发呢，动起来就会特别漂亮。我们来检查一下。好，
好，我们来检查一下。好，把一些不是特别干净的地方呢修整一下。记住，一定要托起来剪，不需要给它太大张力哦，也不要用手夹着剪，因为刘海的地方呢，如果给它太大的张力去剪，反而剪不好。原因是刘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前面还有个旋，你用手去拉着剪，拉的时候它是直的，是干净的，放开以后它弹回去，因为短嘛，回弹很厉害，它可能出现缺口啊，然后呢歪掉啊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用手去夹着剪这里的头发，这样托起来，不要给它张力，然后这样去检查呢，就会检查的比较，可能拉起来并不是齐的，但是呢，放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干净。好，好，一样，这边托起来，检查一下。好，好，那么整个刘海呢就通透了，也非常自然哦。然后沿着两边的这个边缘线去检查这些特别毛糙的地方，可以把这个边缘线呢做一些简单的过渡。好，注意这些细节。好，这样就比较干净，这种感觉。好，另外一边。好，这个地方呢，不要让它特别的脱节啊。好，它的薄厚度呢，就是过渡的就比较均匀了，这样。好，哪怕夹到耳朵后面一点，看起来也会比较好看。好，那基本上它通过调整呢，我们的整个这种它的亮感，用手去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的亮感，那它整个头的通透度就比较通透了。这时候我们去做一些造型啊，或者是不做造型再加自然吹干，我相信呢，在店里呢也都会非常实用的一款发型。还有就是我们像用手去拨的时候，它表面的这种有几根头发漂浮在表面的感觉，好，手在拨的时候，这种动态感就会比较好。好，头的竖条感、线状感哦，这种感觉，头发的轻盈度，摆动的时候它的纹理线条就会变得比较强。好，那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些，不管是吹干这样内扣也好，还是做一些外翻的感觉也好，都是非常理想的。很多时候呢，头发烫不好或者做造型很难，原因不在于你的造型能力不强，也不在于你烫头发技术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剪好，没有把头发的量调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程度，没有把它的整个头发的比例调对，所以不管怎么烫和不管怎么做造型，出来效果终归差点意思。那只要你把它量感调好，比例调的比较的平衡感，调得很均匀，它调得很理想的状态，那不管是做造型还是说做烫发，都会变得比较好。那今天这个结构和我们的一个修饰基本上到这里，那接下来简单我们来再做个造型。